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呢，很多人是不愿意出手买房子的。一方面呢，房住不炒还在调控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没有到底，那么就观望。另一部分呢是害怕买错房子，毕竟呢房价这么高，如果出手买房子，可能还要还20-30年的房贷，就怕自己选错房子。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，买房子选的是什么？选的是地段。其实呢，我们所谓的面积、楼层还有户型也好，都建立在这个地段之上。如果你的地段没选好，那么房子几乎呢就会贬值，这是一个共识。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一讲，如果你的房子处在以下5个位置，那么基本上住起来是很不舒服的，而且呢到时候想要出手变现或者改善的时候，却发现房子很难卖掉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第一个位置呢就是靠近墓地的房子，这一类的房子呢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选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心里面都不舒服。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啊，你会看到呢有一些小区非常便宜，有一些人买了常年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们买了房子以后，把这样的这个商品房设置成了这个灵堂，想一想这个小区还有别人在住。那么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呢，很多人心里是犯忌讳的。平时呢我们说经过墓地呢，很多人心里都是不舒服的，那么更何况把房子呢买在墓地附近。那么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，在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不要听这个售楼员去跟你讲我周围如何规划，一定呢要看完这个楼盘以后，自己亲自到附近去转一转。很多人呢之前就是不愿意去花时间去看周边的环境，直接呢在售楼处交了钱，殊不知呢等你交了房以后啊，你的南向客厅正对的就是墓地，那很多人呢觉得心里边非常不舒服，甚至呢心里发毛。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买房子的一个知识点啊，一定要亲自去验证。那还有呢，很多售楼员跟你讲呢，我们周边马上要建一个小学，或者说呢有地铁站啊，都在规划之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结合这个城市的规划，以及呢自己现场去看，千万呢不要贸然的去相信售楼员。还有的售楼员告诉你呢，啊，你赶紧买这个房子，我们前面是没有遮挡的。结果呢，买完以后前面建了小学，或者说呢又建了级别的这个建筑物，钱没少花，但是采光呢还不如别人的一半。那想想呢，就是很闹心的一个事情。第二个地段的房子呢，就是靠近重工业地区，或者说呢化工厂周边的房子。这类房子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，就是非常的便宜，可能呢在整个区域当中，这里的房价呢都是价格洼地。那么这样的房子呢，我们尽量不要去碰，别因为它便宜我们就贪心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化工厂周边主要是针对周边的上班族啊，他们呢是为了图方便，甚至呢他们是正式的职工，可能一直会干到退休，所以呢综合他们的上班以及生活圈呢，他们会在这里买房子，因为呢也很便宜。但是如果我们外人的话呢，就尽量不要去选。一是呢可能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远，第二呢还有可能有污染，第三呢生活配套可能跟不上啊。我们所说的这些化工厂呢，他们的职工可能呢工厂里面都管饭，但是我们如果买了这里的房子呢，要考虑通勤的问题，还要考虑呢这个买菜等方面的问题。如果呢周边配套不齐全，甚至呢交通非常的不便利，那么住在这里呢是身心疲惫的。第三个地段的房子呢，就是位于飞机场或者说呢偏远高铁站附近的房子，我们尽量不要去碰。那飞机场呢，我们就其实不多说，大家都应该明白，一般的这个飞机呢，噪音是非常巨大的，所以呢，机场都会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，很少呢有把飞机场建在闹市中心的。那么，首先第一点，你要考虑到你通勤的问题；第二呢，还有生活便利的问题；最主要的是，你能不能够承受飞机所发出来巨大的噪音。而且呢，像这一类的房子，由于这个地处偏僻，它基本上只有居住的属性啊。你想好，如果你一直在这住一辈子，那都无所谓，你就喜欢这里，那你就买。如果呢，你还有别的想法，或者说未来还有在别的地方发展，那么这样的房子呢，就尽量别去选。还有呢，就是偏远高铁站，很多人一想到高铁站呢，就想买周边的房子，因为高铁周边带来的是大量的人流。那么在这里买房子呢，可能交通也很便利，未来
来呢，可能出行也非常的方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？我刚才所说到的是偏远的高铁站，这些高铁站基本上都存在于3、4线城市。1、2线城市的高铁站呢，基本上地理位置还可以，那周边的配套呢也非常丰富。那如果呢你想买这周边的房屋，那其实呢还是可以的啊，就主要呢是对这个噪音啊，你能够有效的去处理。那偏远的这些高铁站呢，是因为前几年大拆大建啊，很多地方呢新建起了这个高铁站，但是啊，3、4线城市的人口都是在大量流向1、2线城市的，它根本无法支撑这里的需求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看到的人都是大量流向1、2线城市的。那么在这样的高铁站附近买了房子，确实会非常的安静，但是能够带来给你的只有居住属性，没有任何升值空间可言。第4个地段我们尽量不要选的呢，就是这个垃圾场周边以及呢菜市场周边。垃圾场呢我们就不用讲了，每天呢可能会处理大量的垃圾啊，那么这个气味呢是非常非常难闻的。而我这里所说的这个菜市场呢，一般泛指的是海鲜市场偏多一些这样的市场啊。假如说呢我们是平常的菜市场，尤其是内地，那么其实这样的菜市场呢，只要我们不是隔得太近，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噪音的污染。这个菜市场基本上夜里2、3点钟就开始营业了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去买菜，但是商户呢却在准备这个食材，所以呢会非常非常吵。但是呢这个海鲜市场却不一样，它常年呢充满了这个海鲜的味道，发腥，很多人是闻不了的，甚至呢很多人会反胃。那么如果长期住在这样的地方呢，你连窗户都不敢开。第5个呢，我们尽量不要碰的地段呢，就是加油站。那加油站呢，这个其实危险系数很高的。为什么我们去加油站加油啊，都告诉严禁打电话，严禁吸烟，空气当中呢漂浮着大量的油分子啊，稍微有一点火花呢，就有可能发生极大的危险。那么我们住在这周边呢，第一，可能每天呢要闻着气味；第二呢，可能还不敢开窗，也会呢谨慎的去使用火源等等。虽然说呢，现在的加油站这个安全防范很高，但是呢，给大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，还是呢望而生畏。那么在加油站周边的房子呢，未来是很难去变现的。那也基本上呢，只有这些居住属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定位一定要想好，而且呢，你要知道，买了房子你要用到贷款，你是要还利息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持房成本。怎么样合适，怎么样选择，一定呢要提前规划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